Hi everyone，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你们一定有被影视作品中的童星们狠狠惊艳过，比如《艺伎回忆录》中可爱又楚楚可怜的大后瘦瘦花，《洛丽塔》中迷茫自毁却纯真的多米尼克·斯万，《终极追杀令》中孤独缺爱但坚强的娜塔莉·波曼。不过，相比上面几位青少年时期的惊艳众人，2006年出生的好莱坞童星麦肯纳·葛瑞斯才算是真正的从小演到大。自6岁开始演戏以来，几乎每年都给观众带来新的作品、新的形象。去年生日的时候，他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亲生照，真没想到他居然都16岁了。童星出道的他不仅没有长残，还出落得越来越标致。不管从什么角度拍他，都美得像一幅画，简直就是传说中的360度无死角。更绝的是，有着一双大眼睛的他，还天生长卷睫毛，也太招人嫉妒了。麦肯纳的精致五官与艾玛·华森有几分相似，但麦肯纳长了一双下垂眼，让原本就精致的脸庞多了无辜感，为他增添了几分独特魅力。说起来，麦肯纳和艾玛一样，都是童星出道。2006年，麦肯纳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全家都对他宠爱有加。4岁那年，奶奶给他买了秀兰·邓波尔的 DVD， 谁也没想到，他这一看就决定好了自己的人生道路。秀兰·邓波尔是美国著名的童星，6岁出道，7岁就拿下奥斯卡金像奖特别奖。麦肯纳一看完秀兰·邓波尔的影片，就对妈妈说：“我想当演员。”对妈妈来说，4岁的女儿实在太小，当演员实在让人不放心，但禁不住麦肯纳苦苦哀求，妈妈最终还是屈服了，决定送他去上表演课。上这种专业课，他肯定会感到无聊，到时候他自己会放弃。可没想到，麦肯纳不仅不感到无聊，还越学越上心，如愿走上了演员之路。在麦肯纳7岁的时候，全家计划去洛杉矶旅游，也就是这一次的计划，让麦肯纳迈开了演员事业的第一步。原本是一次放松心情的家庭旅游，却无意间为麦肯纳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旅游途中，麦肯纳遇到了一个试镜的机会，在家人的支持下，他走进了摄影棚。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麦肯纳·葛瑞斯还很小，扮演的多是可爱小女孩之类的角色，接近于本色出演。台词虽不多，却因为自己洋娃娃般的长相和灵动格外抓人眼球，真是可爱死了。每看完一部，都有怪阿姨想要组团偷小孩。这些可爱的角色只是铺垫，真正让他成名的是《天才的礼物》中的数学神童小萝莉玛丽艾琳·艾德勒。在剧中，她是数学天才，同龄人还在学习1+1的算术时就能口算乘法，连大学的题目也能轻松拿下。10岁的麦肯纳把这个角色演活了，甚至一度被定义为他就是聪明小孩的长相。别看年纪小，麦肯纳的脸上却带有一种疏离感和端庄感，再配合他采访时的落落大方，我确信她是聪明美少女，没错。虽然聪明或许与长相无关，但她确实很小就展现出了演员的特质——共情。《天才的礼物》这部戏，她就把小女孩在家里不被偏爱的失落与本身的骄傲演绎得淋漓尽致。麦肯纳在采访中说，读完这个剧本，他马上就爱上了他，并且在读的过程中会为剧中人物担心，会哭泣。除了与影片相关的部分，他在镜头前展现出的古灵精怪也赞一个可爱。主持人问他的搭档克里斯·伊凡的天赋是什么，麦肯纳当场死机。短暂沉默后，他很快反应过来，说道：“哼，你有太多天赋了，我还在想是哪一个。”克里斯·伊凡马上笑着说：“这才像话嘛！”短短几秒内，头脑风暴，想出的有点子可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开始出演更复杂的角色和剧本。在18年的悬疑电影《坏种》中，麦肯纳饰演了一个反社会人格的邪恶萝莉。电影改编自威廉·马奇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可以说开创了儿童犯罪题材的先河。在片中，麦肯纳饰演的女主角艾玛，长相甜美，成绩优异，待人有礼，但却几乎没有感情，冷血冷静，面对趣事毫无波澜。
在他微笑的时候，似乎所有阳光都转向了他，但是在他面无表情的时候，却让人心生寒意。不过，当那块象征信仰、诚实、修养、怜悯的奖牌被颁给同学而不是自己时，看他的表情，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随后，他果然将小男孩推下山崖，拿走了那块奖牌。一个周围人眼中的完美天使，无论什么表情，眼神其实始终带着动物的冷漠。这种设定也太带感了。邪恶萝莉长长的睫毛更是戳进了很多人心里。为了扮演好这个形象，他看了很多遍原著内容，尝试走书中女主角的路，只为了更理解艾玛，完美还原角色。虽然剧情让很多人觉得电影没有第一版好，但是却没人否认麦肯纳的演技，而那时的他也才仅仅12岁。麦肯纳无疑把角色演活了，虽然是暗黑系主角，但是因为她太美了，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但麦肯纳没有止步于好演员，在13岁时，他看了一件大事，做了自己主演的新片《兔子蛋糕》的制片人。要知道，这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个工作，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剧本统筹、前期筹备、成本核算、后期制作，每一项都不轻松。不过他很早就为此努力，和父亲一直都在写剧本，并且试图更多的进入到电影制作领域中。正是他强烈的意愿和前期的准备工作，让他成为了好莱坞最年轻的一位制片人。也有粉丝对他做制片人这件事儿不感到惊讶，觉得他的处事和谈吐都远超同龄人，清醒又强大。采访中，即便是自己在说话，别人打断时，他也会停下来倾听，十分有礼貌。而且他的内心很坚定。13岁的他说过，与众不同也是可以的，你尽管做自己，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议论你。他也确实做到了与众不同。成为制片人也是他增加选择机会、实现愿望的一种方式。虽然麦肯纳·葛瑞斯在剧组拍戏、学习做制片人，小小年纪就有着自己清晰的规划和成熟的想法，但也没有失去小女孩的天真烂漫。影视圈有很多年少成名的惨剧，童星们被当成赚钱工具，失去童年，疲惫不堪，被现实生活中的同龄人排挤伤害，过早接触名利，无法抵抗诱惑，吸毒自毁。但现年17岁的麦肯纳仍然青春活力满满，他经常在自己的 TikTok 上发和自己的小伙伴玩乐的场景，也让他古灵精怪的性格暴露无遗。谁能想到他捧着的有模有样的生日蛋糕在完成之前长这样呢？还有他做的粘土玩具，完美的踩在丑与萌的微妙界限上，是孩子们才能动手做出的小物件啊。平时喜欢发视频，把小金鱼介绍给大家，不过名字太多，估计没人能把它们对上号。性格可爱，还多才多艺，尤其是在做音乐方面，钢琴、吉他、尤克里里，麦肯纳·葛瑞斯全都会。他还非常喜欢将自己的弹唱视频分享给大家看，这就是天赋点点满的小孩。不知道有没有弹棉花大赛，我会和才华横溢的美少女一样，弹得又快又好。还有，同样是疫情期间被困在家，和大家一样被孤独深深折磨着，麦肯纳却将无聊化作创作欲，把大家疫情在家的状态写成了歌。也许是我一个人想得太多，无人接听我的电话，我的焦虑告诉我，没有我你会更好。粉丝，这不就是疫情期间的自己？孤独的情绪只会让我们深夜 emo 流泪，麦肯纳的情绪让他灵感乍现，或许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小差距吧。不过美少女也有自己的小烦恼，比如身高。谁能想到小小年纪就气场1.8米的麦肯纳·葛瑞斯才1.52米高呢？麦肯纳自己在采访中自嘲，电影因为疫情停工7个月，他幸运的1公分都没长高，没有影响到拍摄。不过网友们都很担忧，他们认为是演员这个职业影响了他的身体，毕竟拍戏不仅带来的熬夜、心理压力等，造成童星们身高上的困扰，成名带来的过度关注也会让他们的成长伴随着同龄人不曾面对的困扰。比如 E.T. 中小男孩的扮演者亨利·托马斯，工作中虽然受到无数影迷的喜爱，在学校里却是被霸凌和捉弄的对象，无法拥有正常的童年生活。
但是麦肯纳·格瑞斯做演员是自己的选择，他的父母是在他的央求下才将他送入表演班，在生活中也努力陪伴他，陪他唱歌、弹琴、玩乐，所以本身就对表演抱有极大的热情，既能享受荧幕上的快乐，又能做生活中的小女孩。可惜还有很多被过度消耗的童星。小鬼当家的主演麦考利·卡尔金10岁就火遍全球，却被父母当成摇钱树。他的父母最后还因利益分配问题离婚，对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样的剧情在国内外很多童星身上上演，钱财的流进、亲情以及身体健康的流出、身心的摧残，这并不算是一笔公平的交易，是他们都不愿看到的结局。而作为童星，只有掌握好生活这个圆规的中心点，才能让生活与工作画成圆，否则只能是一堆乱线头和一地鸡毛。对于粉丝们，爱是克制，是想要伸出却收回的手，离作品近一些，离生活远一些，才是我们对待童星们最好的态度，让他们长久走花路。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